中国山水画在美术史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作为独立的画种，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优秀山水画中凝聚着人类丰富的智慧和感情，体现着东方艺术的崇高审美理想。在中国绘画艺术的长河中，从东晋以后，历经唐、宋、元、明、清及近现代各个时期的发展，涌现出许多伟大的画家，创造了难以数计的辉煌灿烂的艺术珍品，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理论和技法，是我们学习和研究中国山水画的宝贵财富。学习画山水画必须先从画石头开始，一般的方法和顺序是勾、皴、擦、染、点，这几个步骤往往交替使用，相互配合，不可生搬硬套。好，下面我为大家讲授山水画的各种技法。学习山水画，一般应先从学画石头开始。画石头的基本笔法是勾、皴、擦、染、点，这几个步骤往往也交替使用，相互配合，不可生搬硬套。勾是用线条表现山石轮廓、造型和结构的主要笔法。勾用笔时要中锋略带侧锋，要注意笔锋的转动。皴主要用来表现山石的厚度和质感。皴的技法很多，后面还要讲表现山峰的各种形式的皴法。擦是皴的深入，不同的是皴实、擦虚。擦的用笔要干一些、毛一些、苍一些。染是指淡墨渲染，主要表现山石的结构、凸凹、明暗。染用笔要轻松，要注意见笔，用墨要淡，要透明。点是用浓墨点出一种力度，在山水画中常起到活跃画面、增强厚度的作用。圆点一般常表现为树木，近点则表现为苔草。画山石时要注意用笔的提暗、转折、浓淡、干湿、刚柔、方圆等变化。十分三面是通过轮廓线条和用笔的轻重转折来表现山石的结构，使石头有立体感。大小相间是表现山石的层次、聚散、疏密等关系的方法。
皴法是古代山水画家在长期的艺术实践过程中创造的一种绘画语言和技法。它是以夸张的手法概括出各种山石、峰峦的形象特征。以线为主的皴法主要有3种：披麻皴。披麻皴是由参差松软的条形墨线组成，如同下披的麻绳，发挥线的表现力。笔线长的称长披麻，笔线短的称短披麻。此皴法可以层层加皴、加染，用墨不要太湿太浓，力求干、毛、苍。注意线条的疏密圆浑，每笔的收尾要虚，要适当的交错变化，不要画成挂面房中的挂面。荷叶皴。荷叶皴用笔从峰头向下区区分批，形如荷叶的筋脉。这种皴法用来表现坚硬的石质山峰，经自然剥蚀后，岩石出现深刻的裂纹。用笔多以中锋为主，用坚挺的长短曲直不同的线条，表现出山脉的起伏变化。荷叶皴法对线形的要求很高，除要避免线条的平行、交叉、杂乱以外，还要求线的力度。行笔尽量放慢，如同锥画沙、污漏痕的书法用笔特点。山峰的阴暗部、根部可加用一些擦笔。
折带皴，折带皴多用于表现陡峭的岩石河岸，用笔要中侧锋相结合，自左向右，转折横刮，也可自右向左，逆锋折向前，再转折向下，画出的墨线像折带。折带皴的运用要注意山石结构的大小相间，方笔中见圆，圆笔中见方，石块之间的组合要变化丰富，不要像书架上摆列的书籍那样呆板，不要平均对待。以面为主的皴法主要有2种。大斧劈皴，这种皴法常用来表现质地坚硬、棱角分明的岩石。用笔时以侧锋阔笔，干脆遒劲，有如刀砍斧劈。大斧劈皴要求工致严谨，能表现出山石磊落铿锵的质感效果。皴的笔痕要有疏密虚实，